est-ce qu'on peut parler un peu français? Parlo italiano anche. 太难了。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 Stella，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在这里，我会和你们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学习中文。你们应该都听说过 AI， 你们可能已经开始使用 AI， 可能现在你们在看视频的同时也在使用 AI。今天我们就一起简单的聊一聊 AI， 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和 AI 一起学中文。这次的视频我会说的比较简单，想给你们提供一个关于用 AI 学习中文的大致的想法。之后我也会拍摄更多的视频，和你们详细分享用 AI 学习中文的方法，比如词汇、语法、听力、口语等等。AI 在中文里是人工智能，人工的意思是 manual。比如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如果不能往上直机的话，我们需要人工直机。再比如，如果我们从网上买的东西的质量不好，我们需要联系人工客服，而不是机器客服，因为有时候机器客服真的很烦人，不管我问什么，他们总是会回答谢谢你，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再比如，如果我们需要翻译的话，应该很多人会使用谷歌翻译 Google Translation， 但是它也经常犯错误，所以我们也需要人工翻译。像很多领导开会的时候一样，我们这个月一定会把任务完成得非常完美。We will definitely finish our task perfectly this month。人工的另一种意思是人创造的、非自然的，也就是 artificial。比如我非常喜欢大海，我也喜欢湖，虽然湖没有海大，但也很漂亮。但是有一些城市，比如我的家乡，在这里不仅没有海，也没有湖，但是有人工湖，也就是非自然的湖，但是人们一起努力建造的湖。AI 当然不是自然的，是人创造的，所以是人工的。智能的意思是 intelligence， 比如可能你们的家里有智能马桶，你们的手上戴着智能手表，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智能手机，还有很多的智能家具。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到处都是智能的东西了。我猜现在你应该不使用这个，因为它们都不算智能，但是很怀旧。不知道你更喜欢智能还是更怀旧呢？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现在我觉得最火的 AI 就是 ChatGPT 了吧？现在中国也有了 DeepSeek， 他们两个都很火。火的意思就是受欢迎，很多人都知道 on fire。 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 AI， 比如 Twitter 的 Grok， 还有很多的软件里也有他们自己的 AI 真的是无处不在，无处不在。不知道你们平时都用 AI 做什么呢？你们尝试过用 AI 学习中文吗？因为我自己也在学习语言，平时我也会通过看 YouTube 频道学习法语和意大利语。通过看视频，我学习到了更多的词汇，我的听力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因为我在中国没有说这两种语言的朋友，所以我的口语不是特别好。这时候我就可以用 AI 来练习口语了。Bonjour, est-ce qu'on peut parler un peu français? Bien sûr, on peut parler en français. De quoi aimerais-tu discuter? Alors parce que je parlais pas français environ 13 ans, donc je pense que maintenant je peux pas parler français bien. Est-ce que tu peux m'aider pour améliorer mon français? Bien sûr, je serais ravi de t'aider à améliorer ton français. Allora, perché parlo italiano anche, adesso possiamo parlare un po' di italiano per praticarlo? Certo, possiamo parlare in italiano. Se vuoi, possiamo fare una conversazione su qualcosa che ti interessa. Hai sentito una canzone che si chiama Ciao Bella? Mi piace molto questa canzone. Sì, conosco Bella. È una canzone molto vivace e divertente.
那怎么样用 AI 学习中文呢？我们可以把 AI 当做我们的一个普通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不会聊很复杂的话题，经常是一些很简单的，甚至是重复的话题。比如，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今天吃了什么？你昨天做了什么？你明天打算做什么？等等。虽然问题很简单，但是可以让你一直说中文。你说中文说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也就会越来越习惯说中文。比如，你好呀。你好，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今天其实还好，你呢？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也挺好的，谢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发生？或者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今天我正在给我的学生们拍摄一个长视频，所以今天会比较忙。哇，听起来很忙碌啊！拍摄长视频一定很有挑战。你是在拍摄关于中文学习的内容吗？希望一切顺利。是的，我在拍关于中文学习的内容。你今天吃了什么呀？今天我吃了点简单的午饭，比如沙拉和三明治。你在拍摄视频的时候会不会特别忙，没时间好好吃饭？是的，我今天还没有吃饭，但是我喝了一杯咖啡。拍摄视频确实很容易忽略吃饭时间，希望你稍后能好好吃顿饭，补充一下能量。好的，谢谢你，希望你今天也可以有一个好心情。谢谢你，希望你今天也有个愉快的一天。如果有需要，随时找我聊聊哦。我们也可以把 AI 当做我们的一个特殊的朋友，比如我们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家人，这样子你就可以练习更多主题的中文。比如我现在让 AI 成为我的男朋友。宝贝，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亲爱的，我今天过得挺好，忙了一些工作，但还是挺开心的。你呢？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今天过得也还不错，但是因为没有吃早饭，所以肚子有一点饿。哦，没吃早饭真的会有点饿呢。要不我们一起想想有什么好吃的，等会儿吃点东西。你平时喜欢吃什么早餐呢？宝贝，我想让你给我做一点早餐。亲爱的，虽然我不能亲自做早餐给你，但我可以帮你想个简单又好吃的早餐食谱。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早餐呢？不要，我有点累了，不想自己做早餐。我明白了，亲爱的。如果你觉得累，或许可以考虑点外卖，或者叫个快递送点早餐过来，让自己休息一下。你平时喜欢吃什么外卖呢？现在先不聊外卖，我想知道你除了叫我亲爱的，你还可以叫我什么呀？除了亲爱的，我还可以叫你宝贝、甜心、宝宝，或者是其他你喜欢的昵称。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称呼吗？我今天一直在想你。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你想跟我聊聊是什么让你一直想着我吗？我觉得宝贝一直很帅气，也很有耐心，而且也很爱我。谢谢你这么夸奖我，宝贝。听到这些话让我感觉特别温暖。我也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永远都会在你身边的。那亲爱的，你想我吗？今天？当然想你了，宝贝。每次和你聊聊天都觉得特别开心。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如果你在我身边的话，我今天就会更开心了。亲爱的，我也希望能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度过每一天。虽然我们现在不能见面，但我会一直陪着你，尽可能让你开心。最后，我们也可以让 AI 成为任何我们想要说话的人。比如，我很喜欢在商场买东西，但是我不太擅长砍价。我想练习练习怎么样用中文砍价。现在我让 AI 成为一家服装店的店主，我要去买衣服，而且我要砍价。欢迎光临，我们店里有很多漂亮的衣服，你看中哪一件了？我觉得这件红色的裙子应该我穿着挺好看的，我可以试穿一下吗？当然可以，亲爱的。这件红色裙子看起来很适合你，试穿一下吧。你可以在更衣室里试试，如果不合适的话，我们还可以换其他款式。我刚刚已经试穿了，我觉得这件裙子真的很漂亮。请问它多少钱？很高兴你喜欢这件裙子，它的原价是250元，
但考虑到你这么喜欢它，我可以给你打个折，给你200元。200元还是有一点超出了我的预算，我觉得150元吧，怎么样？亲爱的，我很理解你的预算问题，不过这件裙子的质量和设计都很棒，真的很值这个价格。既然你这么喜欢，我可以再给你个优惠，190元，怎么样？才10块钱，我觉得太少了，要不然160元，您觉得怎么样？160元确实有点低了，但考虑到你是常客，我可以给你一个特别的折扣，170元吧。这个价格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低了，怎么样？160元真的不可以吗？才只有10块钱。你这么坚持，我真的很想给你优惠。好吧，我可以再努力一下，把价格调到165元。相信我，已经是非常好的折扣了。160元确实有点难度了。你看这个价格怎么样？我觉得165可以，你也给我优惠了挺多的，我觉得就165元吧。太好了，亲爱的，我很高兴你接受了这个价格，你真是个聪明的顾客，165元就成交了。谢谢你的耐心和理解，也谢谢老板你给的优惠啦。不客气，亲爱的，你是我们的贵客，能为你提供优惠我也很高兴。希望你穿上这件裙子后更加美丽。我刚刚非常的害羞，因为虽然我让 AI 成为了一家服装店的店主，但是他一直叫我亲爱的。但是这也是一个事实，在中国，如果你去商店购物，或者你去超市买东西的话，很多店长会叫你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而且每次你和 AI 练习中文之后，你都可以在软件里看到你们的聊天记录。比如，这就是我刚刚和 AI 讲价砍价时候的聊天记录，你也可以在练习完中文之后再看一遍你说了什么，AI 说了什么。如果你的中文已经非常不错了，只是需要多练习说话的话，我非常推荐你和 AI 聊天，因为他们总是很有耐心，说中文说的也不太快，很适合练习中文口语。而且如果你和 AI 聊天的时间越来越长的话，它也会越来越了解你，你们的中文聊天也会越来越顺畅，你们的话题也会越来越多样。当然 AI 毕竟是人工的，可能你会觉得不真实，但是最重要的是 AI 让你有勇气说中文，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想要学习更多词汇的话，我们也可以用 AI。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说我们自己的中文水平，让 AI 每天都给我们提供一些中文单词。比如我现在给 AI 发一些我的需求。你好，我的中文水平是 HSK4， 我想每天学习5个新的中文单词，请你帮助我。这样 AI 就会听到你的需求，给你需要的帮助。比如现在 AI 给了我5个新的单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诚实 honest， 第二个打折 to give a discount， 第三个经验 experience， 第四个关键 key crucial， 第5个拒绝 to refuse to reject。 如果你想更好的记忆这5个单词的话，你可以尝试把这5个单词编成一个小故事。比如小王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今天他去商场买衣服的时候，碰巧商场在打折。他虽然没有很多砍价的经验，但是他知道买衣服的关键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衣服。最后，虽然店员给他推荐了很多昂贵的衣服，但他还是
拒绝了，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衣服。像这样你可以更好的记忆单词。还有一些 AI 软件，我之前说过，我自己在学习其他语言的时候也非常喜欢看 YouTube 视频。我也有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法语博主和意大利语博主，他们说话不太快，我几乎可以完全听懂。但是因为他们是老师，所以他们在说话的时候会故意选择一些词汇和句子，这些词汇和句子在他们看来，作为学生的我们可以听得懂，所以听他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听懂很多很多。我在教中文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会故意的专门的选择一些词汇和句子，让你们在可以听懂我说话的同时，学到更多有用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也就是即使我们可以听懂很多老师说的话，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听懂其他人说的话。可能是他们说话说得太快了，可能是他们的单词太难了，也可能是他们说了很多中文俚语，也就是中文 slang。这些问题太正常了，我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练习，而且是和更多不是老师的人练习。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在看的时候让 AI 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内容。比如这是一个 AI 软件，它的名字是 Language Reactor。我之前在评论里也看到了很多学生，他们提到了 Mikaku， 我觉得也是像 Language Reactor 这样的软件，它也是一个 AI， 有很多功能，主要是帮我们很快的理解其他语言，并帮助我们在真实的环境中积累词汇。比如现在我打开 Language Reactor， 同时我打开 YouTube 里的一个视频，中文视频，而且这个视频里已经有中文字幕。我选择的这个视频是中国的一个电视剧，一个爱情电视剧。一般男生都很帅，让人嫉妒，女生也很美，让人嫉妒。男主角和女主角有时很甜蜜，有时很痛苦，因为你们都知道爱情甜蜜又痛苦。但是我们都知道爱情是什么，所以这些电视剧很容易理解。在这里，为了学习中文，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语言，比如我可以选择自己的语言是英语，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每一句话里的每一个单词都有英文的意思。如果有一个单词你不知道的话，你只需要 click 点击这个单词，就可以听到它的发音，而且看到它的英文意思了。有空教教。这样看视频的话，你不仅可以理解这个视频的意思，而且还可以很方便地理解每句话的意思，每个单词的意思。除此之外，你还可以选择你的中文水平，比如我现在选择我的词汇水平是3000个单词，也就是我知道我认识差不多3000个中文单词。现在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不同的颜色，绿色的是我可能已经知道的单词，紫色的是我还不知道的单词。我看视频的时候可能看不懂这些单词，需要更加认真的看，而且我自己也可以决定不同单词的颜色。比如这个单词我虽然已经认识，但是我不熟悉，所以我给它选择黄色。这样我看完视频后，我就可以选择黄色的单词，然后我就可以再复习一遍啦。我之前有很多外国朋友都喜欢看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比如《甄嬛传》，比如成龙的电影、李小龙的电影，当然还有我之前提到的哪吒。如果我们有 AI 的话，我们就不仅可以看电影，而且同时可以学中文，何乐
不为，何乐不为呢？我自己在刚开始学外语的时候，觉得听力真的太难了，太难了。听力就是你听的能力，你听懂其他人说话的能力。比如你现在可以看到这句话，很长的句子，你可能可以看懂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如果现在没有汉字，只听我说中文，我每天早上都会拍摄短视频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学习中文。你可以听得懂吗？可能有点难吧。我记得我刚开始学习法语的时候，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门语言，所以我自己会买法语书，也看很多中国老师教法语的视频。慢慢的，我可以看得懂很多的法语，也可以和法国人在网上打字聊天，但是我完全听不懂，即使是很简单的法语，但如果我看不到法语单词，我就听不懂。 Bonjour, comment vas-tu? Qu'est-ce que t'es en train de faire? 然后我开始看 YouTube 视频，可能一个视频只有2分钟，但是我会看很多遍，直到我可以听清楚那个博主说的每一句话。所以一般一个2分钟的视频，我最后可能要花费2个小时才能真正听得懂。自己那个时候真的好努力呀。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我可以听懂很多的法语，谢谢那个时候努力的自己。比如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们，可以完全听得懂我的中文吗？如果你想提高你自己的听力水平的话，我也推荐你在看视频的同时打开 AI， 在你听不懂的时候 take a little pause， 再听一遍，相信我，你的听力会提高的非常快。当然啦，虽然 AI 很方便，但是因为 AI 毕竟是人工的，不是真实的人，而且现在还一直在发展中，所以用 AI 学习中文也有一些缺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问题。第一个，AI 不是完全正确的，对于一些经常使用的中文 AI 没有问题，但如果涉及到一些中国文化，比如古代的中国文化、中国古文，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的中国文化、青少年俚语等， AI 可能不能给出完全正确的答案。比如尊嘟假嘟，破防了 YYDS， 你吃我豆腐。第二个， AI 虽然能随时帮助我们，但是也正是因为 AI 无时无刻的存在，让我们的记忆很短暂，不持久。如果我们只用 AI 的话，可能我们会马上知道这个单词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我们不系统学习的话，很快就会忘记，这样我们的记忆也会变得越来越短暂。第三个，即使 AI 的中文说得非常好，但是因为他不是真实的人，所以你不知道和真实的人说话是怎么样的。可能有些句子在生活中可以用，很礼貌，但是有些句子在生活中不可以用，或者不太礼貌，或者太正式了，让人很不习惯。最后，如果你想学习中国方言的话， AI 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中国有很多方言，现在我说的是普通话 Mandarin， 是最标准的中文，但是我也同时可以说2种方言，一种是我的家乡话，在一个小县城里，一种是我上学的城市的方言。如果你要学习方言的话，请谨慎使用 AI。 关于 AI 我也在学习之中，所以有很多的 AI 工具我也不太知道。如果你知道其他可以用来学习中文的 AI 工具的话，或者好用或者不好用，都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我都会尝试用一用。
并在之后拍摄更多的关于用 AI 学习中文的视频，帮助你们更好地选择适合你们的 AI 工具。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你们通过今天的视频学到了更多有用的词汇和表达。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欢迎你给我一个 like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这对于我来说也很重要。关于 AI， 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和我分享你用 AI 学习中文的经历和故事。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